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您提供的一份关于大谷翔平2025赛季的报告。说实话哦，我看完这份资料的第一个反应是，这真的不是科幻小说吗？哈哈，可以理解。报告的标题是2025大谷翔平传说的戴冠与4度满票 MVP， 光看这个标题就已经有够夸张了。没错，季末那段时间，新闻真的是每天爆满，国联 MVP、汉克·阿伦奖、艾德加·马丁尼斯奖、年度第一队。对，奖项多到感觉像在清点战利品一样。但报告里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那不是单纯的颁奖，他说那是一场加冕典礼。加冕典礼，对，宣告棒球正式进入一个由他彻底统治的时代。哇，这听起来真的就像是为一部史诗电影写好的剧本。这么多奖项，你觉得我们应该从哪一个开始聊，才能真正理解这个赛季的分量？我觉得我们得从那座最有分量的，也就是 MVP 奖杯开始。好，这已经是他生涯第4座了，而且是连续第3年拿下4座 MVP。光是这个数字就让他超越了像 Joe DiMaggio、Mickey Mantle 这些上古神兽。对，这些都是棒球史上的传奇人物。在历史上，现在仅次于 Barry Bonds 的7座。第4座 MVP， 这本身就已经是名人堂等级的成就了。但报告里面好像有暗示，重点不只是4这个数字。完全正确。这里有个更惊人的细节，也是这份资料的核心论点。他这4座 MVP 每一次都是全票当选。等等，你说的是每一次4次全部都是全票，这在历史上有多罕见？这不是罕见，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对，资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对比。史上拥有最多7座 MVP 的 Barry Bonds， 在他那样恐怖的生涯里，也只有1次是全票。只有1次？大谷翔平是史上唯一一位不止1次，而是4次获得全票 MVP 的球员。哇，这背后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是，这代表在4个不同的赛季里，所有投票权的棒球记者，没有任何一个人把第1名的票投给别人。正是如此，这意味着一种跨越所有媒体、所有地区的绝对共识。是一个共识。一个除了大谷翔平，没有人有资格拿第1名选票的共识。他的2刀流表现已经彻底摧毁了传统的数据比较框架。对，所以这4次全票的成就，远比4次获奖更能证明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无可争议的球员。好的，既然他是无可争议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打出这样一个赛季的。打击数据，非常亮眼。生涯新高的55支全垒打，打破了道奇队史纪录 ，OPS 也高达 1.014。但等等，怎么了？我注意到一个数据，他的盗垒数掉了很多耶。对，从前一年的快60次，大幅下降到只有20次。以他的速度来说，这有点奇怪吧？是不是受伤的影响还在？问得好，很多人第一眼看到数据都会有这个疑问，但资料指出，这恰恰是他成熟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是一次非常明确的战略性调整。你别忘了，2025年是他手肘含左筋手术后，作为投手正式回归的第1年啊。对，投手回归年，他需要为站上投手丘保存大量的体力与能量，所以他是刻意减少盗垒这种高耗损的行为。完全正确。他牺牲了速度这个武器，目的就是为了最大化另外2个更重要的目标。哪2个？一个是力量，也就是我们看到的55支全垒打，以及最重要的投手回归。了解。这展现了他惊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对赛季的宏观布局。他清楚知道，在那个当下，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了解了。那接着来看投手部分，他在6月回归，防御率是漂亮的 2.87。账面上很不错。对啊，考虑到他是刚动完大手术回来，这个表现就更惊人了。其实 2.87 这个数字还远远没能说出他投球内容的恐怖之处。怎么说？资料里有2个细节才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第一，他跳过了所有的小联盟复健赛，没有去小联盟，没有，直接在最高强度的大联盟比赛中以赛代练。
这对身体的负荷还心理压力都是难以想象的。没错，就像一个刚动完膝盖手术的 NBA 球员，没打任何热身赛就直接去打总冠军赛第7战一样。很好的比喻。然后是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它的进阶数据。报告显示，它的 FIP 值是惊人的 1.90。FIP，这个可能要当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这跟我们平常看的防疫率，就是 ERA 有什么不一样？当然，简单来说，防御率 ERA 很容易被队友的守备影响啊，一个失误可能就毁了。对，一个关键失误可能就毁了一场好投。但 FIP 这个数据只看投手自己能完全控制的3件事：三振、保送和被击出的全垒打。所以它更能反映一个投手的纯粹实力。没错，而大谷1.90的 FIP 基本上就是在说，就算把他身后的队友全都换掉，他投出来的内容本身就是赛扬奖等级的王牌水准。这太夸张了。所以结论是，他在复健的那段期间，投球的品质却是联盟最强的等级之一。是的，他等于是用赛扬奖级的投球，加上 MVP 级的打击，完成了整个2025赛季。这已经很扯了，但报告里提到一场比赛，我觉得那才是真正把这一切推向神话巅峰的时刻。我想我知道你在说哪一场了。你应该知道吧？国联冠军系列赛，也就是 NCS 的第4战。没错，那场比赛 MLB 官方直接评选为年度传奇时刻，完全是神话等级。真的。资料详细记录了那晚的表现。当时道奇队系列赛3-0领先，只要再赢一场就能晋级世界大赛。关键的封王战。对，大谷在这场关键的封王战中先发登板，压力肯定很大。肯定的。但他完全主宰了比赛。投球方面，他先发投了超过6局，只被敲出零星的2支安打，5失分，还送出了10次三振。这本身就是一场王牌级的季后赛表现了。但真正疯狂的是在另一边，打击方面来了。他3打数3安打，而这3支安打全都是全垒打。哎，等等，一场比赛10次三振加上3支全垒打，真的假了？就是这么夸张。这数据太扯了吧，根本是漫画情节才会出现的。没错，所以资料里才会说他在那一晚创造了3个 MLB 史上首次。3个 B 史上第一位在单场比赛中同时达成3支全垒打和10次三振的球员，不管例行赛还是季后赛，以前从来没有人办到过。从来没有。第二，史上第一位在季后赛击出复数全垒打的投手。第三，史上第一位在季后赛击出手打齐全垒打的投手。等于他一个人在同一场比赛里打破了3个历史纪录。是的，资料提到，美国媒体当时是把这场比赛跟篮球界的张伯伦单场100分相提并论的。哇，这已经不是一场精彩的比赛，而是足以流传100年的神话。你能想象当时在现场的球迷是什么感觉吗？我无法想象。那根本不像在看棒球，像是在见证历史。绝对是。但神话之后还有考验。进入世界大赛，面对多伦多蓝鸟队，第3战打了一场18局的马拉松死斗。对，这又是另外一个传奇篇章。如果说 NLCS 第4战证明了他的超人性，那世界大赛第3战就证明了他的无法攻略。无法攻略。他在那场比赛9次站上打击区，结果是9次全部上垒。9次打击，9次上垒，在世界大赛。是的，这是季后赛的历史新纪录。内容是4支安打，包括2支全垒打和2支二垒打，另外还有5次保送。5次保送。但最关键的细节是，那5次保送中有4次是故意死怀。故意进远。对，当时蓝鸟队的策略是，就算大谷后面站的是另外一位 MVP 级的强打 Freddie Freeman， 对 Freeman 也是怪物，他们宁愿一次又一次的直接保送大谷。这真的很值得玩味诶。Freddie Freeman 自己也是顶级打者，这等于是蓝鸟队总教练公开承认，在那个当下，让 Freeman 打击的风险远远小于让大谷挥棒的风险。没错，这代表对手在战术上的彻底投降。在棒球里，这是对一个打者最高的敬意，而且还是在世界大赛这种最高舞台上。对，
他用创纪录的方式收到了这份敬意。然而，系列赛最终还是被逼到了第7战，一战定生死的局面。然后道奇队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让大谷在只休息3天的情况下再度先发。这正是这个赛季之所以伟大的最后一块拼图，这要显示大谷在这场比赛中挣扎了。挣扎了吗？他只投了2.1局就被击出3分炮，失掉3分下场。我明白报告里关于人性的论点，但说实话，如果我是道奇球迷，在第7战看到自己的王牌只投2.1局就被打爆，当下应该只会觉得绝望吧？当然，当下绝对是煎熬的。真的有人在那一刻会去想什么团队忠诚心吗？没有球迷会在那一刻感到高兴，但这就是为什么事后回顾时，这场比赛的意义才浮现出来。如果他每一场都像 NOCS 第4战那样如天神下凡，那故事就只剩下冰冷的数据。的确，正是这次的挣扎，以及后来队友们的挺身而出，这种逆转比赛才让这个冠军更有故事性，更像一个团队的胜利啊！我懂了。NOCS 第4战展现了他的神性，而世界大赛第7战则展现了他的人性与奉献。而且最终，道奇队也确实逆转获胜，拿下了世界大赛冠军。是的，这场胜利彻底洗刷了他过去在天使队时期个人数据优异却无法带领球队赢球的标签。那个万年的标签。没错。NOCS 的个人神气，加上世界大赛第7战的团队奋战与最终胜利，让他从一个孤独的天才蜕变为一个真正的胜利领袖。所以我们已经确定了他在球场上是个神，但报告里还有几个有趣的场下花絮，我觉得这一部分让他的形象更完整了。我知道你要说哪个。没错，就是那个被拍到他在休息区为队友倒了8杯水。对，那个影片。然后亲自一杯一杯端过去的影片。为队友倒8杯水，我都很难让我家小孩帮我倒1杯了，他可是联盟 MVP 耶。这些细节真的非常重要。为什么？他们解释了为什么球迷对他的热爱能够超越单纯的成绩。在承受着全世界目光的巨大压力下，他还能展现出这种谦逊、体贴队友的精神。这让他从一个遥不可及的超级巨星，变成一个球迷能够产生情感连结的人。还有他在全明星赛上被对手投手开玩笑地戳了一下，对，他立刻做出夸张的痛苦表情倒地，那个幽默感也让人印象深刻。这些画面都让他的形象更立体了。没错，这种幽默感和亲和力，加上他对队友的付出，让他不只是一个数据上的怪物，更是一个团队的凝聚核心。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道奇队能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他赢得了队友的尊敬，不只是因为他的球技，更是因为他的为人。所以回顾这整份资料，2025年真的不只是一个关于第4座 MVP 和第2枚冠军戒指的赛季，远不至于此。它更像是一个关于完美的故事。个人的绝对统治力，团队的至高胜利，神话般的英雄时刻，以及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人性与奉献，所有元素都融合在了一起。对，他的历史地位现在已经超越了棒球的范畴。资料将他与篮球的 Michael Jordan、冰球的 Wayne Gretzky 这些其他运动的史上最伟大人物相提并论。 The GOATs。 正是，而2025年就是他确立这个地位的关键一年。他证明了自己不仅能打出历史级的个人数据，还能带领球队赢得最终的冠军，而且是连续2年。这份报告的结语是：传说才刚刚开始。但在经历了如此完美，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一个赛季之后，我们不禁要问，那下一步呢？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值得我们球迷去思考的问题。一个运动员在攀上这样的顶峰，完成了个人荣誉与团队胜利的大满贯之后，他的第3篇章会是什么样子？对，还能追求什么？是继续追求更疯狂的数据记录，还是转变角色，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团队精神领袖？这或许是比任何数据都更值得我们期待的。